现在我们在缅甸仰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前往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，那就是金三角。我们终于要结束在缅甸的旅行了。这一路从经济中心仰光到缅北山区的善邦，从质朴静谧的伊莱湖到千塔之城古都蒲甘，从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到首都内比都，我们用脚步慢慢感知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、多元文化和绝美风光。一路走来，缅甸的普通人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感动。我们为缅甸祈祷，愿灾难早日过去，愿所有人都平安无恙。这期视频我们离开了无限留恋的缅甸，从曼谷转机前往泰北，开始探索神秘又恐怖的金三角。旅途并非一帆风顺，在仰光机场内外，我们一共3次被要红包。在曼谷中转的一天又丢了东西，抵达金三角的第一晚就被酒店半夜3点的敲门声惊醒。下面跟着我们开启新的旅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。现在我们在缅甸仰光，今天是我们在缅甸的最后一天了，签证马上就到期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前往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，那就是金三角。我们这会儿呢在酒店的前台，那边在查房，我们准备退房了。我们从缅甸北部回来之后，回到仰光还是住的这个三昌酒店，这家酒店就一切都很好，都很 OK。我们这会儿呢一边在等着他们查房，一边拿 Grab 叫了一辆车去机场。因为呢这个缅甸虽然是陆地国家哈，但是它周围的这个陆路口岸目前都不对外国人开放，所以我们只能就这里现在跟一个岛国一样，我们只能是来回都靠飞机来交通。从缅甸出去的话呢，无论去哪里啊，飞机基本都是要从曼谷经停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就先从仰光飞曼谷。这会儿是中午的1点整，我们的飞机是下午的4点半。这边要求是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，我们等一下呢，退完房打车大概也就是15公里左右吧，半小时我们就到机场了。已经退房了，现在准备去坐我们的车。Car me on the way. Let me check. Oh no. Yes. You need to check passport, please. Yes. Passport. It's okay. It's very important. Yeah. 小哥说是那个前台那儿有没有我们的护照，让我们拿一下。我说护照我们早都拿走了，就很贴心的嘱咐我们检查一下证件，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。我们在这家是去缅甸北部前住了10天，回来后又住了3天，人都特别好。哎，来了，3、5、6、7。Hi, thank you. Yeah, it's okay. Thank you. 接受的吗嘞 Take the money.？See you next time. Maybe this year. 接受吧，拜拜。See you. Take care. 再见 ，Airport 耶！我们来到缅甸之后呢，住了很多家的酒店，换了不同的城市，但这家的这个酒店服务态度是最好的，每个人都超热情啊。今天早上呢，我跟这个酒店老板聊了，老板是华人，聊了一下呢，老板就跟我说了一下原因啊。这个老板呢，本人他是来自于缅北善邦的，来自于腊戍那块儿，然后那边经常在战争。这个老板过来的时候呢，他雇的员工除了有这个仰光本地的，还有很多也是从这个缅甸边境很多少数民族战乱地区过来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非常珍惜在仰光的工作机会。我们这个老板呢，给他们开的工资也挺高的，所以他们就对这个顾客特别好。因为在边境地区吧，这个基本没有什么工作机会，因为天天在打仗。然后仰光呢，毕竟是第一大城市啊，有700-800万的人口，所以他们来到这之后呢，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的热情啊什么展示给老板，展示给客户。我们视频中大家都能看到，每次都对我们特别好。要离开缅甸了，还是有一些不舍的，签证时间还是太短。希望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缅甸的局势能够更好一些，我们能有机会去到这次没有去到的边境地区，再去玩一下。我们来到缅甸呢，有几个地方我们没有去到啊，一个是这个孟邦的毛淡棉，那里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城市，非常漂亮。还有一个就是缅北的几个城市，包括像这个北善邦的腊戍，还有克钦邦的密支那。都是风景特别好的地方，但是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没有去过。其中毛淡棉是我们刚来缅甸的时候还可以去，但这2天呢形势又不太好，通往这个毛淡棉的路，就仰光到毛淡棉有一座高架桥被炸掉了，
我们就去不了了，没有办法。那个毛难棉边上一圈都在打仗，然后这个仰光最近也不是怎么太平，这个仰光旁边港口的油轮都也是被炸掉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来到缅甸的这个活动的范围其实很受限的，只去了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和旅游景区。旅游区还算安全吧。而且有一点很惊险的是，我们本来打算回来的时候要去毛淡棉的。对，我们本来是打算从这个内比都先去趟毛淡棉，然后再回仰光坐飞机去泰国。对。就阴差阳错之下呢，我们没有去毛淡棉，直接过来了。错过了一个爆炸。对，就在我们要去毛淡棉那条路上，就那天，路上的高架桥被炸了。刚好就是我们计划去毛淡棉那天，就一切都是，哎。在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就是仰光大学了，大家看，哇，跟别的学校比起来，这学校面积特别大，对，就大一圈。从地图上看，它就跟一个镇子一样，围起来很大一圈。是的，就是进不去。哇，这是大学生啊！是的，好漂亮啊，这个衣服。你看每个门口这能看到了哈，每个门口都好多人，对，在把守着。保安还配了几个其他的，反正是值班的学生或者老师之类的。对，哇，还有开个小铁门。对，哇，这个有点严啊，这个安检。进门都会查的，我们根本进不去。大门都关着呢，开了个小门让学生出。天哪！哇，比亚迪的 4S 店，找了一路比亚迪的 4S 店找不到啊，原来在这边，也在富人区的旁边。前面在查车呀。OK。Open the window。对。司机说让我们把窗户全部。啊，只开后边的。对，要警察要查。刚过这个检查站，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跟大家讲讲咋回事吧。查我们车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，19、20岁左右的小年轻儿。然后呢，他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护照，看我们是中国人之后，他开始说中文了，说哥哥姐姐，明格拉巴哥哥姐姐。然后查完之后呢，就跟我们说红包红包红包。就机场这个安检非常严格的，太严格了三四层呢。三层。白天的缅甸真好呀，一到晚上是换了人间。一会儿进航站楼的时候，肯定还有检查。我们到机场前都已经查了这么多次了，进航站楼一定会有，查得非常细的。这个外面这个通道，就是我们平时下课的这个区域，全是持 AK 的检查的，对，非常非常严格的。到门口，这边人还行。14500。14500，对，付钱。给2万吧，让司机找我5000就行了。谢谢你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进去开始办我们的登机安检了。我们刚刚从这个安检口进来了，哇，仰光机场的安检口在大门这个，就每个门上都有一个安检，厉害了。但是不清楚是不是只是第一道，还是说唯一一道？对。我们现在去里面换一下那个登机牌，然后看看还会不会再有安检。人好多呀，你看。对。外面没啥人，都在里面排队呢。因为最近这个缅甸局势不太好，所以当地很多人都在往国外去，尤其是邻国，像老挝跟泰国还有中国去的是最多的。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安检的小哥呀，跟我们说了好多中文，又是什么新年快乐、恭喜发财。对。然后最后来了一句红包红包。那边安检就是在身上摸来摸去，那2个小姐姐她们也会说中文，也是跟我说的是，好啦。背面好啦，下去找一下我们的航班。我们今天还是坐那个缅甸航空的。缅甸，找一找。很多小师傅也做出国的交流啊。这是我们的吗？是9到11，挺长啊。就一个队啊，到跟前才分。我们排了半小时的队，这会儿已经打好了登机牌，托运好了行李。这个是行李的托运小票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离境单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缅甸的入境要填入境单，离境也要填这个离境卡。它这个离境卡上的内容呢，主要就是你的航班号、离境时间，然后姓名、性别、护照号，签发的机构、签发的日期，还有国籍、职业。这个是电子签证的那个签证号，签证的签发日期。然后这一块我们不用管，这个只有缅甸的国民填，最下面签个字就结束了，挺简单的，大概1分钟就能填好。填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拿着这个机票、护照还有离境单去过他们的移民局了，就办出境手续了。我们现在填完这个出境卡了，然后仰光机场整的还挺复杂的，我们需要先去过一遍安检，再去移民局，就进门一次安检，然后再过第2层安检，然后再去移民局办完手续，登机前还有1次安检。对，这是工作人员跟我们说的，3层安检。
到机场前有3层，到了之后还有3层，好严格呀。最后看一看仰光的机场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在机场登机前的所有手续，包括这个出境的移民局手续以及安检的手续啊。最后一道安检也过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，它这个2层就是我们楼下就是移民局的办公大厅，以及旁边有个安检的一个场所。刚刚发生一件事儿很有意思哈，就我们进这个移民局大厅之前，外面有个小桌子。桌子上有3个好像工作人员哈，对，然后他们会负责检查我们的离境卡有没有遗漏的、没有填的这个项目。检查的时候呢，就顺便会跟我们说一些很吉祥的话，比如说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其实新年过去已经很久了，但是他们就跟我们说这些中文比较好的词。然后恭喜发财这句话出来之后，我们心里觉得不对劲儿，下一句一定会有话的。果然啊，恭喜发财下一句就是红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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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去找我们登机口，我们是8号登机口。上来之后呢，这儿有一个免税店，免税店哦，这上面都是中文啊，送你精美礼品。对，这里好像是香烟区呀、这是什么香烟？好利时平安，这中国的吗？我看上面全是中文啊。吸烟有害健康，画的是财神。我们俩都不抽烟，所以不太懂。不太懂，大家有没有懂这是哪个国家的？50刀，360左右。贵不贵？国内啥价？让大家在评论区说一下。67刀。经过的这一片免税店的区域啊，大概是我们走过这么多机场最冷清的一个，我现在都不敢大声说话。是的，太安静了。刚刚我们在办值机的时候，那层那么多人，绝大部分都是国内，他们好像是飞其他这个城市的。然后到了国际的这一层之后就没有多少人了。是，你看，每家都是2、3个店员坐在那儿无聊的玩着手机。仰光的这个机场安检竟然不检查水，看我们从酒店来的时候带的1瓶水，还剩半瓶啊，都让我们带进来了，也不需要你喝一喝，也不需要查，就直接过来了。然后安检也虽然说程序比较繁琐，但是没有那么的严格。对，就是拿机器扫好了就可以过了。到了这个仰光机场啊，我们跟超哥也分开了。我们俩是下午4点半的飞机，超哥是下午5点半的，他也去曼谷。但接下来呢，路线就不一样了。超哥要在曼谷那块再玩几天，我们俩呢到了曼谷，明天早上就去台北金三角了，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机场大家就分开了。我们的航班已经在登机了，现在我们准备过去，然后狒狒跟超哥告个别，我也跟超哥告个别。像刚才抱头痛哭了一场，刚刚才哭完，眼睛还是肿的。眼睛还是肿的。这1个月的相处啊，这个文涛和超哥已经产生了感情了。下次你们俩约着出来玩，我就不去了。也可以，好像这个可以有。那我们就那我们就走了。好的，拜拜。再见。走了，超哥，拜拜。拜。刚才我都看到了超哥流下了一滴鳄鱼的眼泪。哇，坐着我们的黄色皮卡丘飞机。这里好，肉眼可见的冷气，这真的是冷气吗？我在感到怀疑，感觉像干冰一样。好像是冷的哎，有点像我们当时在根河的时候，对，打开窗户进来的室外的冷气。现在我们这个外面的温度是38度，这会儿是3点多嘛，一天中比较热的时候。对，现在已经是东南亚的热季了，38度，然后我看下周40度了。还挺舍不得缅甸的哈，这边的人感觉都特别的好，我们遇到的人都挺好的，都很好。下次再来吧，对，再来缅甸吧。现在我都不忍心说结束吧，结束吧。以前我们说结束吧，感觉有调侃的意思啊，现在说感觉很不舍，不要结束。曼谷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说的中文吗？对，各位旅客，您乘坐的航班，然后再看着地上的，我以为我到中国了。我俩已经到这个曼谷的苏万纳普机场了。这次来曼谷第2次来了，跟上次不一样了，因为这次我们兜里有泰铢，手机卡呢刚刚装上之后也有信号，可以玩手机，而且到了机场之后到处都是中文。
感觉跟回国了一样，兜里有钱，手机有信号，就老爽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先去过泰国的海关，然后再去拿行李。对，希望排队不要太长啊。哦，在曼谷机场这边入境的人太多了。我们终于过完海关了，我们的飞机是6点40落地的，这会儿已经8点整了，我们过了1个多小时的海关。后面就是泰国的海关，其实窗口挺多的，有40多个窗口。但是呢，这会儿是晚上，大概有1半窗口开着，主要是人太多了，加上效率还挺高的。对，就我们这个中国跟泰国现在是永久性的免签嘛，所以他没有查太多，什么都没问，就咔咔光是盖章，但人太多了。我们的行李已经到了，这现在转盘上的是新一波这个航空公司的航班呢，越捷的。然后我们那个免航的也早都到了，现在我们行李全在地上扔着。我们的行李已经上车了，贝贝拿了推车，我们就出门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往左边是这个出租车，右边是轻轨。我们走这边吧。这刚出机场，这还有一个这个办电话卡的，我们就办的这家的，信号还蛮好的。我们刚才在那个到达层看了一下出租车排队，我的天哪，那个人啊，没有半个小时上不了出租车的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叫车软件 BOLT 叫了一个，人太多了。对，曼谷太热了。我们这会儿是从那个空调房出来了，这外面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出来了不到1分钟吧，我现在身上都黏黏的，感觉一搓都有灰那种。哦天哪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们的司机跟我们说他来不了了，他的车坏了。我们又叫了一辆车，那司机马上过来了。在泰国免签之后啊，这个中国旅游团好多呀，太多了，我的天哪！感觉刚刚那个机场门口不是有导游在接游客吗？那全是90%都是中国人。对的。别的国家的人好像不太抱团，就自己来玩的。中国人好多是团一起，可能也离得近吧，正好也免签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，轻车熟路又来到了上次在曼谷时候住的酒店。上次这个房间是200多块钱，这次来只需要170多了，而且还带早饭。我们俩这会儿把包放一下，我们准备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就回来休息了。明天早上我们会起得非常早，应该6、7点我们就起床去泰北金三角了。我们又来到了曼谷，狒狒最喜欢的一个摊点，这个大姐卖的这个面，哇，你的面来了。大家看看，这个里面有几个云吞，然后还有这种面，量不大，但味道挺好的。对，量有点小，泰国的非常小，就1块头。对，超哥一直跟我们说，这个泰国的饭量少，不够吃。大家看，我们打到什么车？打到了一个福特的皮卡，你敢信？太厉害了！狒狒坐后面，竟然打车打了个皮卡，老刺激了！开这种皮卡在泰国开滴滴的赚钱吗？感觉不怎么赚啊。我们的司机现在去里面上个厕所，我们在这儿等等他，一会儿就去机场。我们又回到了曼谷苏万纳夫机场。我们本来是计划从曼谷坐大巴去清莱的，然后昨天我们想了一想，这个大巴要坐12个小时，又慢，这个旅途又长，还不如今天直接坐飞机呢。所以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机场。今天我们从这个曼谷飞清莱啊，只需要1个小时20分钟，然后飞机票2个人是550块钱，是坐大巴的2倍，但是快呀！我们这会儿已经来到登机口了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登机了。今天我们走的是这个曼谷机场的国内出发，手续就非常简单了，值机，然后托运行李，完了直接就到安检口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金三角之旅了。我们已经到清莱的机场了，现在准备提个行李。哇，这边也有在报汉语的。我们已经到清莱机场了，我们的飞机本来是6点半起飞，晚了半小时，7点起飞，然后现在8点整，我们已经到清莱，并且拿到行李了，还是飞机爽啊，是吧，涛哥？大巴的话，我们吭哧的12个小时都到不了。清莱的这个机场离市区挺近的，只有10公里，我刚看打车也就20
25到30块钱。刚一到青莱，感觉瞬间舒爽很多。大家看一看青莱机场的外面，这个像我们那边一个小的地级市的机场、小机场、支线机场的规模，不是非常的大，但这边游客还挺多的，就全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我们旁边就是日本的、韩国的，还有欧洲的那边。往前面大概再开个10分钟就到我们的酒店了。萨瓦迪卡，我们已经到酒店了，看看我们在青莱订的酒店。这个房间呢，大概有个25到30平吧，还挺大的哈。然后我们订的是标间，这个房间的价格是127，定下来127块钱，然后带早餐。当然我是有优惠券的，如果没有的话是140多块钱。接下来可能会在青莱待个3、4天吧。就包括这个青莱旁边的，因为青莱已经属于金三角了，然后青莱旁边的这个美赛，就大其力对面的那个小城，然后这个美斯乐，就这一片我们都会玩一下，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要经过这个湄公河去老挝金三角了，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计划。那我们就先休息吧，明天我们再出去玩。我们终于抵达泰北金三角，但没想到在这里的第一晚就遭遇了凌晨3点的疯狂砸门。我们被一阵嘈杂的泰语敲门声惊醒，再无睡意。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是我们在青莱的第2天了，我们俩睡到中午才起床的。原因是昨晚上正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房间突然被水冲了，大概半夜3点半的时候。现在是凌晨的3点半，哇，我们睡得正好呢，几个人敲门。把我们敲醒了。酒店的工作人员过来修了好久，也没有修好，是我们洗手间那个马桶一直往外漏水，一直漏到地板上，漏到那个外面走廊里，流到对面的房间里了。总之这个水势是比较大的，他从3点半修到了4点半，差不多1个小时都没有修好，然后我们一直没有睡觉，最后实在没办法给我们换了一个屋。当我们到睡觉的时候已经5点多了吧，所以我们就特别累啊，睡到了今天的中午，一会儿是下午的3点半了，我们出门准备在青莱逛一下。青莱比较有名的就是它那几个庙哈，白庙、黑庙、蓝庙还有红庙。我们准备选其中最有名的白庙和蓝庙去看一下。这个蓝庙呢就在青莱的市区，大概离我们酒店2公里左右，但白庙比较远了，白庙好像有14公里吧，所以我们打了一个车。这边的公共交通也不是很发达，就只能打车或包车了。青莱真是安逸啊。安安静静的一个小城。其实昨天晚上呢，半夜3点半的时候啊，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敲门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吓到了。毕竟这里是在金三角啊。当时3点半的时候，外面有2个这个男士的声音哈，哐哐哐，然后在敲门，还在用泰语在说这个开门什么的。当时我们俩都特别害怕，我们俩都不敢开门，然后在里面想着怎么办。然后我看了半天，我帮他从猫眼上先看看。我看了半天，觉得好像还好哈，然后就开了，胆还壮着胆子开了，真的是挺吓人的。3点多，我俩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对，大脑都没有开机。那司机停下来加个油38.7一升除以5就是7块多。这个白庙还挺远的，我们车开了快半小时。我们俩下了车，终于到这个白庙了。我们听说这个白庙已经听说了好多年了，第一次来到这儿还感觉很震撼的，就是一个银光闪闪的大白庙，在阳光之下闪耀着万丈光芒啊，刺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。这个庙主要是它比较特别哈，我们在这个东南亚这么多国家都是佛教国家哈，见到的这个庙主要是金光闪闪的金碧辉煌的庙是比较多的，但像这个颜色就比较少见。这个庙呢是泰国这个清莱府他们当地的一位艺术家自己出资，花了20年的时间建起来的。20年？对，所以它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私人修的这个庙宇。不过呢，你要说它是一个庙宇也行，不过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艺术品啊。这个白庙呢是游客会习惯把它叫白庙，但其实这个寺庙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灵光寺，就是灵光一闪那个灵光寺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呢，它上面那些发光的其实都是玻璃，就沾了很多那种小窄条的玻璃。
太阳晒一下就不灵不灵不灵的。这个白庙每天是开到下午的5点整，现在是4点26，我们可以去里面飞快的看一眼，因为它规模不是很大，半小时就够了。白庙说实话比我想象中的小了很多，但是它这个精美了很多，真的是通体白色呀。然后上面大家能看到那种金光闪闪的哈，就这种玻璃，就我眼前看这种玻璃镜子，然后它反光着这种太阳的这种光线，然后就显得整个庙是不灵不灵的。我觉得现在阳光可能暗了点，如果在正午时候来的话，这太阳打在上面已经闪得金碧辉煌。通往那个佛堂，那还有一座小桥，那个小桥就叫做奈何桥。然后它两边呢都是那种在地狱里面挣扎求生的这些厉鬼们。对，就有一个说法呢，就说是这个桥是从地狱通往天堂的嘛，所以这个桥的两侧啊，好多那种，我看那个雕塑全是密密麻麻的从水里面伸出来的手在挣扎，在求生，其实看着还有一些小小的惊悚。就在给这个美女拍照。我们俩从白庙里转了一圈，已经出来了哈，里面也就是30分钟，一边参观一边拍照，这个时间是足够了。我们现在就准备撤吧，这会儿已经是下午的5点了。它这个5点每天关门说会清场，里面的观众都会出来的。然后我们俩现在打车回青莱的市区，去蓝庙再看一下吧。现在有个问题哈，我们俩从这个白庙准备回青莱市区去看看蓝庙了，但现在没有车。我拿这个打车软件看了几个软件都没有成，唯一的选择就是那个双条车。问他能不能带我们去那个蓝庙？青莱巴士station Yeah, number one. Blue Yeah. Temple? No blue temple. No Blue Temple. OK， Okay. 我们的双条车已经出发了，这车没有坐满呀，还有几个空位儿。车里面才坐了七个人，对，一个人是8块人民币，40铢。然后它中间是不能停的，是给我们拉到这个青莱的客运站，对，就一个总站的一个位置。然后到了之后，我们再想办法再去蓝庙吧。Thank you。我们明天早上就要去金三角的美赛了，正好这个老板跟我们指了一下，去那儿可以买到去美赛的大巴车票。我们先把票订一下，不然明早没了就尴尬了。泰国这边的人啊，好多做生意的老板，那个中文是嘎嘎好，每个人都能说几句。我们在这儿找了半天没有找到，然后看到了一个大巴，问问工作人员，他们跟我们说呀，我们是明早就要坐这个小巴车 Mini One， 他们叫 Mini One 去美斯乐。对，最早的一班是6点半，然后我们说太早了，这个大叔说没关系，反正是半小时一辆，半小时一辆，车还是蛮多的。对，我们明天早上要我们不先到美赛，我们第一站先去美斯乐，美斯乐就是非常有名的太北中国村，里面有很多以前这个国民党的后代啊，都留在那个地方。我们明天早上准备先去那儿参观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着急了。明天早上我们大概9、10点哈，自然醒，9点多过来买票坐车就好了。现在是5点40，我们这会儿刚好出发去蓝庙看个日落，然后再去青莱的夜市吃个晚饭，走吧。我们这会儿已经打车来到了蓝庙，怎么样？放眼望过去，真的是非常的蓝了。这个蓝庙呢，据说是这个白庙设计者他的徒弟设计的。然后蓝庙在青莱当地呢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五虎寺，舞是跳舞的舞，虎是老虎的虎，跳舞的老虎。我们去里面看看吧。其实这几个寺还挺有特点的，但是我感觉青莱好像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景点啊，除了那个金三角之外。市区好像就这几个庙了。蓝色的莲花，这个蓝庙呢有2大优点哈。第一个就是它不收门票，免费的。第二个呢，它开门到晚上的8点半还是9点。然后这个青莱白天那么热，大家都可以傍晚来，我觉得比较舒服一些。我们这会儿去蓝庙的主殿去看看，这个蓝庙的规模没有白庙那么大，它主要就是门口有几个这个雕塑，然后中间有一个蓝色这个莲花的一个喷泉造型，然后里面就是它的主殿了，就这一间。它这个殿呢，说是蓝庙哈，它其实主色调还是金色的，它是蓝色为底色，然后上面镶的这全是这个金色的，对，很漂亮的。哦，里面有一尊大佛，也是蓝色的，背景是蓝色的。出
出租车把我们放到青来夜市旁边的街道上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的街道还挺漂亮的，挂着好多的灯笼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家什么辣妹火锅，对，看了半天。嘿嘿嘿。一会儿我们先去夜市逛一下，如果没有特别合胃口的或者没吃饱，我们再回来吃火锅。现在到这个青来夜市的门口，它写的是青来的夜晚巴扎。它这个裤子挺便宜的，它这个才换下来20块钱。大象，工艺品，一个60，两个100。其实这个青来夜市啊，就在这个 Terminal 1，青来巴士客运站1站这边，就挨着呢。从那边的服装区还有这个小饰品区过来了。哇，这边才是我们今晚主要来的区域，就是美食区。这个夜市不大，我觉得那个跟清迈的夜市比起来，这边好像就美食就这么一点点，感觉有10来家这个铺子。对，不大。不知道是因为清莱的地理位置比较偏，还是说大家比较担心这个金三角的治安安全问题，感觉这游客比较少哈。哇，看什么好吃的？各种炒面、炒饭。多少钱？这家是油炸的，50铢是吧？这边是这个油炸的一些虾、鸡米花、炸春卷、炸薯条什么的。这也不贵啊。对，都不贵，也都是大概几块，最高10块。这个好像是火锅。对，像是火锅。这个是清莱特别有名的火锅，它这个一盘是200铢。200铢。这个200，这个300的加了一盘菜哈，然后肉给的多一些。这是牛肉还是猪肉？猪肉啊，都是猪肉。这个都有猪肉，这个猪肉、鸡肉海鲜，还有虾。这边好多中文的，每套80。这边的菜都挺便宜啊，贝贝哈。这么大一杯水果才人民币6块钱 ，this one。怪不得泰国这边这么受欧美游客喜欢呢，哇，这物价也太舒服了哈。这还有麻辣火锅呢。这感觉像是那个重庆那种辣法儿。哇，真的麻辣火锅。这个夜市好像特色就是火锅，每家都卖的是一样的，价格也一样，都很透明，大家吃的都是火锅。对，我看着了，就是那砂锅一样的火锅哈。我们这小火锅来了，厉害了，是个陶瓷的。它里面加的是碳。哇，这么热的天，大家吃这个老酸爽了。对，老爽了。然后我们刚刚要了一大桶这个可乐，这个是1.5升的，10块人民币，50铢，然后花了1块人民币买了一杯冰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晚饭了，还是挺便宜的哈。这个火锅一共才200铢，200铢40块钱，再加上喝的50，再加上买了6块钱的这个西瓜，是的，一共50多，2个人感觉就吃饱了。把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蛋直接打进去了，完整的一颗鸡蛋呀。我们可以煮菜了哈。对，就是煮一批，焖2分钟，吃完再煮一批。就薄薄一层肉，下面全是那个菜，莲花白。可以了。包菜。我以为全是肉，我说这不然太划算了，这也。2分钟到了，我们看一下肉熟了吗？哇塞，看起来好香呀！他们本地人吃的那个锅好像比较清淡，我们俩要的是这个辣呀，这个大锅，跟我们煮方便面的时候那个鸡蛋一样。挺好的，我爱吃这种蛋。好辣，很烫，又烫又辣。但是好好吃，好过瘾啊！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？因为这个是清莱的一大特色。对，我们来这儿要给大家看一看，你看这个辣锅，哇，我的镜头给我熏，都已经熏白了。看一下我的这个白菜上面沾了多少的辣椒，真的是贼过瘾。再喝上一杯冰可乐，完美。完美。狒狒在这边按个马杀鸡，我马上就回去了，拜拜。再见。没事儿，没关系的。大家看一下这边按摩的价格，泰式按摩是200铢，然后足部250，精油的话是400，200的话就是40块钱，挺便宜的。狒狒就去按摩了，我就回酒店了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晚安。